谢神，一切都是神给了。这我的现在我的生活，我的日子，一切都是神给的。满足于现在退休生活，喜乐平安，自己像浪子回头，重拾荒废已久的兴趣绘画风景，也又在教会中服侍，生活平静又幸福，每一天都在恩典中。因为我做的是一种茶叶，在卖那个健康茶，药品管理法比较严格的时候，所以我进去那个欧洲，到出口到瑞典的时候，货柜就是不能进港，所以只能退货，有的销掉。当我生意失败那个时候，我就是整个很沮丧啊。我那时候有一个就是 Great Depression， 我是没办法做什么事情，所以我那个时候每天都戒酒去熬愁。就觉得人生没有什么意义。我那时候生意做不好，然后要离婚，那可能也是因为我前妻对我的，就是我借钱给我大哥的时候，我这个都没有问他，因为我想，就是兄弟之间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他需要的时候就借他。结果我去跟我大哥向他要钱的时候，他跟我讲说：“你现在还年轻，你可以自己再赚。”那时候我觉得就是说，这个怎么这个世界怎么这样子？兄弟之间怎么一点感情都没有？就是大概1990年到94年这一段时间，我父母相继过世了，然后父母走了以后，所留的财产，我大哥全部都拿走，我就这1毛钱我也都没有拿到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，对这个人生真的很无奈。我这个人很 emotional， 就我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就崩塌了，是完全崩塌。但是借给我大哥钱以后，他也不还我，我就是义无反顾的都借给他了。就是他对我的是那种感觉，就是感情好像这样，我比一个外人还糟糕。这个被他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一直都戒酒消愁了。那我三哥介绍之后，我就去参加个佛教学会。那我们就去，我就去听了几次以后，又是听了什么那法师讲的，你只要念佛，专心的念佛，你3年以后你可以往生解脱。那我真的很相信，念了3年以后还是好好的嘛，没有走，而且更郁闷，对不对？什么事情都是觉得人生更苦恼。在那个学会里面，我去尽量说去帮忙他们，说要做影片的剪接啊、摄影啊，我们那有做教学影片嘛，为了说做得更好，替他们做得更好，就自己搞到这身体都不行了，就心脏就是衰竭。第2天的时候，我开完刀，第2天我记得还是昏迷的，半昏迷状态。那时候我学会来看我的时候，我那时刚开始很开心，就想到他们来的时候，第一句话他们就说：“哎，就是会长说要问你说我们的 password， 网络的 password， 因为我帮学会的网站是我架设的，他们来这里不是来看我，是来怕让我失去他们网站的这些架设的东西资料。”我说我记不起来，我要想想啊，我在等我出了院再讲吧。就他们就离开我，隔壁真的是好温暖啊，每天有说有笑。他是紧急的送到医院去的，对吧？但是他第2天以后，他的有就是弟兄姐妹啊，连教会里面的牧师都会去看他，而且每个人去的时候都跟他有说有笑，嘻嘻哈哈。开心脏手术的人还能那么开心的，我真是没有想到。我那时一直都很彷徨，对不对？不晓得要怎么办，继续修行下去吗？还是怎么样？我那时就在考虑这些问题。我的小孩子出生的时候，那时候真的是很可爱啊。刚生的时候，我们不晓得他是有自闭症。等他大了，大概4岁的时候，发现他有自闭症。因为到学校的时候，跟
他不会讲话，然后在学校就被人家老师跟他讲什么，他也不懂，听不懂，所以他就用自己的头去撞墙壁，所以那是老师叫我们才去做检查。在学佛的时候，人家说这都是因为你自己的业障来这里向我来讨债的，所以我很对他也没有什么好。想要照顾他，因为他的很多的行为，外面人都也不太能接受，所以我常常觉得带他出去也蛮没有面子的，没有的，就常常有别人的异样的眼光看着我，也很难过。所以，因为那是跟着太太对这个小孩子也是。就是常常的，就是对他很凶。我的太太 Coco， 她是做保险的那个抽血师，所以这才认识那个 Jerry 和 Yvonne。那个2019年的时候，刚好要办一次那个幸福小组，第一次的幸福小组，他们就邀请我们去，就我们2个人都去了。在唱诗歌的时候，敬拜的时候，第一次我流泪，我不晓得我会流泪，我就从来不想在外面人流泪。我第一次流泪，在那里流泪。然后觉得，而且那天抽了那个恩典卡，我觉得哇，好像真的讲到我，而且真的想说，神说要帮我，叫我把我的 burden 卸下给他，他愿意帮我做。那我觉得说，我为何不试试看呢？后来就慢慢就来参加我们读经啊，礼拜5的读经。那我想说，这是会是一个机会，给我一个重生的机会。虽然我照顾我小孩子，有时候就会很 depressed， 因为我不晓得怎么照顾他。我跟他在一起几个小时，可能跟他讲不到几句话。有一个 therapist， 那个 therapist 是一个基督徒，一个外国人，他也来帮我们，也讲了很多，就是如何照顾小孩子。我们以前从来不会想说原生家庭啊什么，我们根本不晓得这个问题。但是慢慢的才就觉得他比较可爱一点，以前没有，不会觉得他可爱，以前觉得说真的是很麻烦，每天出去都很麻烦。在这几年来下来的时候，我只有祷告，但是神的声音就说他会好的。我就很相信神的应许是真实，所以我一直都是这样靠着这个走过来。虽然说常常有那种 depression 的时候，这是给我一个希望。我以前没有这种希望，所以我一直就是为有这个盼望在活着。我想这个也是神的给我的恩典，给我这个神的同在。父亲对他说：“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。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，可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复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庆祝。”读了圣经以后才知道说，浪子，我也就像一个浪子一样，其实就像一个浪子一样，神还能接纳我。我现在在这个基督的家，就感到很幸福啊，很平安，每天都是。退休了以后，我生意的失败，那没有什么钱，没有什么积蓄，那靠的就是有时候会很 depression， 他觉得说银行存款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就觉得说，明天会怎么办？但是我发觉这些年来，好像都神都帮你安排的好好的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需要很多的，就是罪。诗篇23的那个走死因忧国都有神的杖和竿都在里面在安慰我。真的，我每天就是这样度过的。虽然说我不是说马上就很好，但是我觉得每天再怎么样都有那种，就是很奇妙，就是跟那种感觉，小小声音跟我讲，我在你旁边，在我就走不下去的时候，或者心里很不舒服的时候，很那个
低谷的时候，我有时候读到经的时候会讲了，会有那好像这个话语，神的话语会常常提醒我。有了这个信仰以后，我就学会了饶恕。但是我学会这个饶恕以后，我发觉我自己心里很轻松，我就觉得这个就像说解脱，我真的是完全解脱了，就是感觉到说一切那个重担就没有了。我的经历就是觉得太慢，认识神太慢了。我觉得早一点的话会好一点，我生活不会这么我会做得比较开心。